你们让我不要把私事放到网上。是的，如果我一开始就把私事放到网上，那是我的错，是我不懂事。可是我已经忍了6年了，你们知道吗？我已经忍了6年了，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这样的。大家好，我是长明哥，今天是3月10号。昨天因为吃瓜王菊和他前妻李听的事情呢，今天又有朋友提醒我，李听最新的50多分钟的直播又透露出了一些信息，然后这个直播又很快被删掉了，而且有些部分的内容，我上个视频也确实把王菊想的有一些好，所以呢，这次这个视频也必须在是否家暴抚养费，还有是否逼离婚这些问题做一些说明。我们先说一下昨天7分钟视频的后续，因为王志安报警之后到警局，然后他就给警察说，李听用刀子威胁他和他的女朋友，吓唬孩子。事实情况呢，警察也非常有经验，他肯定不能轻信双方任何一方的观点，然后他就问他们8岁的女儿，然后他女儿说是怎么回事呢？是王志安非常生气摔了一个杯子，然后他妈妈很害怕，就拿出了刀子自卫的状态。然后以前爸爸也打过妈妈，甚至昨天王志安的同事就也说让李听不要害怕，有他们在，王志安不会动手。然后王志安在警局也要想送李听去精神病院强制治疗，也不知道是不是从李雪这些得到的灵感，但是警察认为不需要，就把他们各自放回去了。那这件事情首先结合昨天的一些信息，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最应该问的，王菊可能最问心有愧的，虽然不违反法律，就是说王菊给李听的孩子的抚养费，如果换成人民币的话是4100块人民币。那以王菊现在这个体量和赚钱能力来说，确实太低了，而且是在东京，4100块也很难生活。还有李听除了这个他王菊给女儿的生活费呢，还有一些就是李听也帮王菊写文案翻译，他赚的是劳务费。用李听非常激动的话说，他没有多拿其他的任何的一分的王菊的钱。但是4100块这个人民币在东京肯定不够生活呀。然后王菊的新欢就对李听说以后你要买什么东西呢，把小票留着，留着之后找王菊给你报销。我个人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是王菊去做，而不是王菊的新的女朋友去给前妻说这件事情，因为前妻听到这个心里面肯定不是滋味，然后李听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一种侮辱。但是如果王菊去说的话，我觉得就是一种很实在的关怀了。然后他们离婚的时候，李听的原话是怎么说的呢？当时他是王菊让他来日本，李听开始是不愿意的，这个我们上视频也有聊到，就是李听开始他在中科院有稳定的工作，他本身也是博士毕业，上了很多年的学，然后中科院的工作在中国已经算非常非常好的了。然后王菊给李听说的是，他在国内得罪了很多人，然后中共看他不顺眼账号也被炸了，然后待在国内总是有顾虑，然后只有李听和孩子安全了，王菊才能放开手脚做节目。所以李听听了这些话就同意了和王菊一起来到日本。到日本才2个月，王菊就说要离婚，那当时李听不同意，因为他到日本了，他什么都不懂日本不会，然后一个人带孩子，举目无亲，他离了婚，这个女人没有依靠了呀。然后李听不同意离婚，那王菊就从日本打道回国了。回国了之后，有一天就给李听发短信说，我不想活了，这个婚姻实在太累了，他说我现在就想去死。然后李听那时候就很害怕，因为他说不管怎么样不能是吧，肯定对王菊也有感情，然后就被迫同意了离婚。那我觉得这个里面是不是有王菊哄骗的成分呢？或者说一种近乎勒索的方式逼离婚呢？我觉得也是有的。另外
李听其实开始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是一直很保护王菊的，而且李听是非常聪明、逻辑很清晰的女人，她知道这个时候虽然他们离婚了，但是她和王菊还是命运共同体，他们还是有共同的孩子，所以她在网上这件事情，她之前基本上都是维护王菊的形象。那在这一次是真的被逼到没办法了，她只有通过这种网友的舆论的力量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并且王菊之前也像在国内的时候，他就对李听说，你不要抛头露面了，我们两个人都在风口浪尖上不好，然后你不要做国内的自媒体了。然后当时李听也是有800万的粉丝号，那个800万的号呢，最后给王菊做。然后在外面，李听去年也是做油管嘛，他觉得油管是他生活中的唯一的正面价值的来源了。他人除了吃喝拉撒，总要创造一些社会价值吧。然后他的小频道呢，我个人觉得是做得很好的啊，说话条理都很清晰。但是王菊也给他就去年给他说啊，他们都是一家人啊，要相互支持，只有你和孩子安全了，我才能无所畏惧往前走啊，外人不能理解我们，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只能把生活变成秘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然后呢，这些话呢，李听说他都能背下来了，但是呢，他也不后悔自己的选择，然后当时就被王菊说服了，所以李听也有10多个月就断更了。另外，这个王菊不再生孩子的承诺也确实有的，就是离婚的时候，本来李听想把这个事情写在离婚协议，但这个东西肯定没有法定效应，哪有要求前夫不能再生孩子的？那当然，这里面肯定还是有一些不管说父爱啊，还是这个后面王菊的家产的这些考虑，确实有一些，是吧？但是呢，王菊也确实没有做到，中间也一直在隐瞒。比如说过年的时候，王菊想要这个一家3口，就是他和8岁的女儿，还有女儿的妈妈李听一起去旅行，但这件事情也是遭到了当时他的新欢的阻挠，就是不同意他们一起去旅行。然后王菊到欧洲的时候，那时候呢，其实他的新欢已经有5个月的身孕了，但是他还是对李听说这辈子只有1个孩子，那肯定在这方面确实是存在隐瞒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非常重要的王菊在国内确实是有家暴行为的，虽然他在日本这5、6年的时间是没有的。用李听的话说，当时家暴的时候，他在北京是报过警的，警察是有记录的，然后某某大兴某某派出所出警有记录。还有一次就是他生孩子的时候，他在一个月子中心，当时还没有出月子，然后生孩子的时候挂急诊，然后侧切太深了，就没办法小便，然后身上挂着尿袋。他说这时候王菊是有家暴行为的，而且这个当时月子中心和护士都有见证。另外也有一些语言的暴力，比如说王菊就是现在在日本虽然没有肢体上的了，他也会说一些比较恶意的话比如说李听疯疯癫癫你没办法照顾孩子然后呢，他这些员工甚至王菊的员工就驳斥王菊不能这样说孩子的母亲李听把孩子教育得很好，照顾得很好。而且王菊还想让他的朋友来劝李听，就是他可能共同的朋友，就说李听不要闹了，这个生孩子已经是木已成舟了。然后呢，用李听的话说，王菊的朋友都不好意思张这个嘴，就觉得李听过得太苦。另外从旁观者的角度上说呢，其实昨天50多分钟的这个哭诉视频，然后上传到 YT， 那很快这个视频又被删掉了。那我认为是王菊和李听可能达到一个暂时的妥协。说实话，之前给李听每个月孩子4100块的抚养费确实不合适。那现在王菊178万粉丝去年的时候我是王菊的节目也一期不落听王菊说有8800多个会员，那现在合理推测至少9000个吧。王菊的会员价格也挺贵的，最便宜的7刀，然后贵的有100多刀。所以简单算一下，
除掉 YT 的扣税，然后王局每个月会员收入可能都起码4万到5万美元，然后呢一年呢也是有将近60万美元的。这个我不知道具体的数字，王局也没有公布。而且王局做节目是非常勤快的，可以说是兢兢业业。那播放收益我不知道具体有多少，那以现在的粉丝量和中文第一时政这个大 V 的影响力的话起码几百万人民币，我说的是很保守的估计。所以王局光 YT 的收入，包括会员播放收益，还有可能有一些直接的赞助，王局起码年收入有1000万人民币是没有问题的。当然王局也有一些团队要养嘛。那么为什么会出现离谱的4100块的抚养费用呢？我只能说这个结婚协议是他们到日本之后协议离婚然后签的。那这时候呢，王局的 YT 事业还没有起步，所以签的是相对比较保守的。那这时候可能刚开始没有什么粉丝王局也没有预料到自己发展那么快嘛，所以签了4100块。但即使这样，我也觉得这个数字是过低了。毕竟王局开始在国内做调查记者也是非常出名的，然后在北京也有房产这些包括王局挣的这些房产这些以前的钱呢，其实都当做王局的婚前资产，就是和李听在日本协议离婚的时候，李听也没有分到这些钱。所以即使是刚来日本他们协议离婚，但这个4100块也是过低的。那现在也不能说以前我们签的有这个协议都签好了，所以现在赚的钱和你没关系，我觉得这是不对的你起码要给李听做一定的补偿吧，毕竟当时他确实做了比较大的牺牲。然后的话我们也知道专业素养和私德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但是这些问题呢还是需要王局出来做一些解释，自己是不是问心有愧。